自然风中文，自然听懂中国顶大在台湾。顶大是指顶尖大学，也就是最好的大学。今天要介绍的并不是那个好像暴发户似的中国在世界各地开设的大学分校。暴发户，这是指那些在很短时间里变得很有钱的人，他们常常喜欢夸张花钱，表现自己的财富。分校是在学校本部以外分设的学校，好像麦当劳开设分店的概念。今天的话题是一群没办法回家的学者、教授、校友，在异乡突破困难，实现梦想的故事。校友是指曾经在同一个学校读书的毕业生，他们的团体就叫做校友会。异乡，异是不同的意思，异乡就是不是家乡的地方，通常是离开家很远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才刚刚结束与日本8年的艰苦作战，就和中国共产党爆发了战争。这个政府在从北到南的大小战役中不断打了败仗，在这场内战中失去了在中国大陆所有的土地。内战是指国家内部的战争，而不是国家与其他国家作战。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只好带着120万难民与军队逃往台湾。难民是指现在危难中的人民，因为战争、冲突或政治见解，被迫离开原来居住国家的人。台湾是个面积甚至比瑞士还小的岛屿。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宣告放弃台湾，于是由美国交给中华民国托管。这些逃到台湾的难民中，有来自各个著名大学的优秀学者、教授、校友。大家本来以为不久就可以回中国大陆，然而几年过去了，他们不但看不到回到故乡的希望，更看到知识分子当时在中国大陆艰难的遭遇。知识分子是指受高等教育、有深厚学问、从事科学、文化、艺术、教育的人群。于是这些校友开始行动，一方面建议政府，一方面鼓励校友捐款，募集资金，在台湾重新建立他们原来的大学。政府当时才在台湾勉强站稳脚跟，根本没有足够资源，但是仍然了解日本人留下的几所学校远远不够。站稳脚跟，脚跟是脚的后部，站稳是站好，不会晃动。站稳脚跟就是形容在某个地方已经有了基础，
不会很容易动摇。而且设立国立大学是千百年来中国政府的传统，也是政府的正统象征之一。于是几所重要大学开始建立。1956年，国立清华大学在台湾新竹建立，前身是1911年在北京创立的清华大学。前身是指事物变化前的原有形态或是名称。台湾的清华大学在校园中复刻了中国清华大学著名的清华园校门。复刻、复制的意思，刻有雕刻的意味，代表重新制作，更有细致质感的复制。礼堂外墙是中国书法的大字，写着与北京清华大学相同的校训。礼堂是指专门用于大型集会或社交活动的大型建筑，通常配有舞台和观众席。校训 School Motto， 学校的核心价值、教育准则。学校的校徽，也就是 logo， 与校色紫色、白色，与中国清华大学也几乎相同。1958年，另一所国立大学——国立交通大学，也在台湾新竹建立，前身是1896年建校的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的交通大学校园中高耸的钟楼上是与上海交通大学基本相同的巨大校徽，这也成了上海、西安、北京、西南之后海峡两岸第5所交通大学。海峡两岸，这原本是台湾海峡两边的地理名词，现在也成了中国与台湾的另一种说法。这5所交通大学的校园都有相似的饮水思源纪念碑。饮水思源，这是一句成语，意思是喝水的时候要想起水是哪里来的，也就是不要忘记以前别人对自己的付出。1994年，中国另外4所交通大学的校长也曾经来拜访这所位在台湾的姐妹学校。除了这2所学校，1962年，国立中央大学在台湾桃园建立，前身是1915年在中国南京创办的中央大学。与先前2所大学不同的是，原先在中国的中央大学经过调整改名，已经改组成东南大学等许多不同学校。改组，这是指对原有组织、机构或团队进行结构调整、人员更换或合并，例如内阁改组，或是公司里经常听到的 reorg。 在这些国立大学的校友会之外，教会是推动重建大学的另一股力量。1954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在台北设立，前身是1900年美国教会在中国苏州
成立的东吴大学，1949年后拆解消失。1961年，天主教辅仁大学在台北建立，它的前身是1925年由梵蒂冈在北京创建的北平辅仁大学，目前已经不存在了。辅仁大学是华人世界历史最久的天主教大学，有不受威权政府干涉的传统，也是台湾最西化的综合大学。威权通常指不民主的统治方式，干涉这是指强行过问，限制他人做事自由。西化将本国文化改变成模仿、学习欧美模式的现象。这些便是台湾最著名的在台复校的故事。复有再次回到原来的意思，复校就是再次恢复重建原来的学校。就好像台湾在其他方面保留了中华文化传统，而又能发扬光大，这些学校也各自发展了自己的特色。发扬光大，意思是将优良的传统、精神、事业或文化，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推广，让它更好，通常用于肯定并延续好的事情。台湾清华大学建立了台湾第一座原子反应炉，成立了核子工程学系，是台湾在核子科学方面的先驱。先驱是指走在最前面、最先开创的人。台湾交通大学的专长是电子资讯技术，曾经引进台湾第一台电脑，今天生产全国90%高端晶片的公司 TSMC， 还有笔电大厂 ASUS， 这许多科技产业公司，从 CEO 以下，无数工程师都是台湾交通大学的校友。台湾的中央大学以地球科学与太空科技为发展重点，拥有台湾最大、最先进的天文台，并且在北极地区设有极地研究站。由于命运的巧合，这些学校彼此之间更发展出他们的前身在中国没有的友谊。中国的北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相隔1200公里，但是台湾的清华大学与交通大学却只有一墙之隔，校园有小径相通。一墙之隔，仅仅隔着一面墙的距离，也可以比喻两者关系非常亲近。1969年，从2位前校长姓名中各取一字，梅代表清华，竹代表交大，两校开始了梅竹赛这个传统比赛。这个活动类似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划船比赛，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庆应大学的早庆战棒球赛。梅竹赛项目除了篮球、排球、足球、棒球等运动项目，还有桥牌、棋艺。
赢得多数项目的学校就赢得那一年的总锦标。总锦标指各类比赛中经过多项或多次比赛后，累计积分最高，最后得到的最高荣誉，也可以叫做总冠军。梅竹赛每年春天举行，两校学生热情投入，非常疯狂。两校学生毕业多年后再次相聚时的话题，往往还是梅竹赛。这就是中国顶尖大学在台湾的故事，是不是和您想象的不太一样？如果您有兴趣到中文环境就读大学，不妨考虑这些台湾的学校。今天的 podcast 就说到这里，欢迎您点赞、订阅、转发，也欢迎留言分享您的意见与经验，以及有兴趣的话题。我们下次再见。